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江峰世界。五一长假前夕，掌管中国经济大权的何立峰急匆匆地给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拨了一通电话，新闻上轻描淡写，说是为了川普下个月到北京，双方先沟通沟通。这事儿您乍一看挺正常，可您稍微咂摸咂摸这个味道，根本就不是习近平过去的办事路数。您回想一下2018年、2019年，川普第一次抡起贸易战大棒的时候，中南海是个什么阵势？奉陪到底。刘鹤去华盛顿谈判，北京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硬生生塑造成了关云长单刀赴会。您再想想外交部的杨洁篪敢在美国人的地盘上破口大骂，那个时候习近平自己是怎么定调的？敢于斗争，东升西降。再来看看现在何立峰这通电话，他跟美国人说什么？我们很关心你们限制我们芯片的事啊，我们也很想多买你们的农产品啊，我们要继续沟通，稳定关系。当年那个敢于斗争的狠劲儿上哪儿去了？现在成了人家拳头还没抡起来呢，北京先把自己哪儿疼哪儿快断气了，15-10全底牌交代给人家了。中南海里头真正拍板对美关系的人，早就把习近平路线给扔了。这帮人心里明镜似的，家里经济已经千疮百孔，快要咽气了，再跟美国人死磕，那就是拉着全党一起陪葬，必须马上服软，把买卖重新做起来。但是他们绝对不能直接站出来说习近平过去那套搞错了，我们现在要改弦更张，那等于共产党自己扇自己的大嘴巴。所以他们就使出了中共党内斗争最擅长的皇上，您还在龙椅上安稳坐着，但是具体出去办差的人全换成另一套谱子唱戏。其实官方早就给这种架空起过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去年7月，人民日报白纸黑字说得很清楚，这个机构负责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像现在这种牵扯国运的重大转向，绝不是何立峰一个副总理敢自己做主的。谁出来见客，谁出来说话，哪个部门话软到什么程度，全都是这个影子内阁在幕后定调子。所以何立峰这通电话绝不是他何立峰自己突然腿软了，这等于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南海那艘大船的舵盘已经彻底偏离了习近平的战狼路线。何立峰给美国人打完那通电话，外界都在看热闹，说中共终于低头了，语气软了。可您要是顺着这根藤往下摸，真正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根本不在华盛顿，是在深圳。您看看万科的账本，触目惊心。2024年亏了将近500亿，2025年直接翻倍，亏了885亿。2年时间，一把火烧掉了1380个亿。咱们打个比方，武汉9省通衢一年的财政收入1700多亿，广州1线大城市一年2100多亿。万科这2年亏掉的钱，几乎把一座国家中心城市大半年的钱袋子直接给干光了。万科这雷爆了，谁在底下顶着？是深圳地铁。深圳地铁2025年累死累活，全年总收入才区212亿，结果您猜怎么着？他竟然暴亏了372亿。这就是小身板硬生生背上了一口从天而降的惊天大锅。这口锅哪来的？顺着公告往后翻，明明白白写着深圳地铁是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万科亏了将近900亿，深圳地铁光分摊损失就得吞下240多亿，再加上130多亿的计提减值，正好372亿。可是真正诡异的问题不是他怎么亏的，而是他怎么可能赚得这么少。深圳地铁手里攥着深圳全城最值钱的一串金钥匙，那就是地铁沿线的物业开发。这本该是坐地收钱吃尽红利的买卖啊！您看看隔壁的香港，人口比深圳少一半，地铁里程也短得多，人家港铁一年总收入550多亿，深圳地铁一年才收200多亿。难道深圳的地铁上边不盖楼？难道沿线的商铺都不收租？这可能吗？绝对不可能。这块肥肉它一定是包出去了，
或者是跟别人合作给切分了。顺着这条合作开发的暗线一摸，水底下的庞然大物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时间倒回2005年，深圳地铁跟一家叫做深圳远维实业的公司合资搞了个公司，干什么呢？专门吃这口最肥的肉。地铁上盖物业开发，这家远维实业什么来头？您去翻翻股东名单，赫然在列的两个名字，一个叫齐乔乔，一个叫邓家贵。听到这儿，您明白了吗？万科这颗雷炸的可就不光是房地产了。先是把深圳地铁炸出了水面，深圳地铁一番百度，又把沿线开发的烂账抖搂了出来。这本账顺藤摸瓜翻到20年前，直接翻到了当今中南海最高层家族的门上。深圳那边的烂账才刚翻开一角，四川那边又一股邪火腾的一下烧起来了。四川宜宾大名鼎鼎的国企老大哥五粮液突然发了一份让人跌破眼镜的公告，名字起得很文雅，叫什么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大白话就是对不起啊各位，以前的账咱们算错了，现在推倒重来。怎么个错法？2025年前3个季度，五粮液原来财报上吹的营业收入是609.45亿，现在大笔一挥改成了306.38亿，这一笔营收直接少了303亿。归母净利润呢，原来报的是215.11亿，现在变成了64.75亿，利润直接砍掉70%。一家堂堂的白酒龙头，地方国企的台柱子，账面上突然蒸发掉300亿的收入，150多亿的利润，这分明是把过去造假的那块遮羞布自己当众给扯下来了。为什么早不扯晚不扯，偏偏现在扯？因为原来坐在五粮液主座上的那个人倒台了。今年2月28日，五粮液集团的掌门人被中纪委带走了。您可别以为这就是个普通的酒厂经理，他根本不是从市场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企业家，他长期在宜宾地方政府系统里打转，做过宜宾市发改委主任。以前咱们可能觉得曾从钦就是个地方官，近水楼台先得月，被地方政府塞进了五粮液。要是这么想，您就把中共的官场想得太简单了。您得理清一条线，发改委系统它是一条线直通中央的，是从宜宾发改委系统出来的，把它调去管地方上最肥的国企，这绝不是宜宾地方发改委自己拍脑门就能决定的。更可能的是，中央的发改委盯上了五粮液这个大金库，想让地方发改委出个人把五粮液的钱袋子给死死看住。顺着中央发改委这条线往上摸，您就明白4月25号落马的那个人有多要命了。这个人叫伍浩，国家发改委原秘书长。何立峰、郑乍杰两任发改委主任的大管家，是替中央发改委看门、管文件、接项目的人。如果您单看履历，一个在北京当秘书长，一个在宜宾卖白酒，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但您去查查伍浩的底细，他的出生地就是四川泸州。泸州和宜宾挨得多近呢？泸州有泸州老窖，宜宾有五粮液。一个是在北京当发改委大管家的泸州人，一个是掌控着宜宾五粮液的四川本地发改委官员。您说这俩人能不认识吗？说句实在话，在这个老乡加同系统的圈子里，他们之间绝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本不可能不认识。所以现在把这几块拼图拼在一起看，中央发改委何立峰的地盘对五粮液感兴趣，中央发改委的大管家伍浩正好是四川泸州人，对当地酒企熟门熟路。然后宜宾地方发改委的曾从钦就被保送进了五粮液当董事长。这是一条从上到下用老乡关系和系统权力结成的一张巨网。现在这张网破了，五粮液自己疯狂改账，新人坚决不背旧人的黑锅。曾从钦落马是发改委伸向地方的白手套被抓了，而紧接着伍浩落马，这就绝不是巧合了。这说明中纪委顺着五粮液和曾从钦这根藤，把刀插进了国家发改委，火势直接就窜到了何立峰的脚脖子上。您现在明白何立峰为什么这么难受了吧？
这笔账要是顺着武浩和曾从钦一页一页往上翻，最后翻到的就是习近平这10多年用发改委系统搭起来的那只大钱柜。说到这里插一句，一直支持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长期推荐普瑞堂的选宝黑参。普瑞堂现在有一个活动，单笔订单满500美元就送1根选宝黑参原参，而且是多买多送，上不封顶。满500送1根，满1000送2根，以此类推。下单的时候记得使用我的优惠码 JF。 普瑞堂现在是全球包邮，大家想补身体、送长辈或者自己长期调养，都可以趁这个活动入手。好，我们继续说回今天这盘棋。过去这些年，习家军和那帮最顶层的权贵最舒服、最安全的捞钱办法是什么？在国内，他们靠着捏在手里的地方，国资、央企项目、产业基金和土地资源；到了海外呢，再通过各种见不得光的境外公司、离岸信托、当地代理，把国家的资产神不知鬼不觉的变成他们自己家的私产。但是朋友们，他们精心铺设、吸了10几年血的海外大动脉，正在被人一刀一刀的精准切断。4月8号，国务院国资委悄悄挂牌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名字叫境外国资工作局，局长叫朱凯，底下设了4个处：国际化经营处、风险防范处、监督治理处、应急管理处。大白话就是，以后央企在海外的每一分钱、每一处资产都有专门的衙门拿着放大镜死死盯着。很多人一提到资产外逃，脑子里蹦出来的还是地下钱庄，或者找黄牛蚂蚁搬家，那是土老板的土办法。真正的中共权贵，人家捞钱根本不需要让1分钱从中国流出去。咱们就拿澳洲的铁矿石来说，中国每年要从海外进口多少铁矿石？超过11亿吨。假设国内某家大型央企钢厂要签一个1000万吨的进口单子，正常做买卖，央企直接找澳洲的矿山按市场价拿货不就行了吗？不行，权贵们怎么捞呢？他们会在澳洲或者新加坡突然悄悄地注册一家贸易公司，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可能就是一个叫杨兰兰的20多岁查不到任何显赫背景的年轻小姑娘。接下来好戏开场了，国内握有审批权和采购权的大官大笔一挥，为了保障国家供应链安全，咱们不能直接跟老外买，必须通过这家新成立的贸易公司做独家代理。澳洲矿山给的底价是100美金1吨，这家被杨兰兰们代持的皮包公司100美金拿下来，转个手跟国内的央企一签合同，价格变成了105美金，1吨就加价5美金，1000万吨是多少？整整5000万美金的暴利啊！如果在这个每年11亿吨的大盘子里，权贵家族只要卡住1/10的份额，那一年就是5亿美金的纯利润。这还没算上石油、天然气、大豆的疯狂大采购呢。您看账面上，中国有1分钱外逃吗？没有资金出境。可是中国的国家采购权、央企的巨额订单、中国的进口需求，早就通过这种方式在海外变成了权贵家族的真金白银。所以国资委新成立的这个境外国资工作局是带着最猛烈的政治杀机，要去查这本吸干国家血脉的烂账。接下来他们就要一笔笔查问，到底有多少央企的高价采购合同养肥了海外的皮包公司，当年这天价的配额是谁批的，中间商是谁指定的，最后这些截留在海外的差价、矿山股份、家族信托到底落在了哪位首长的孩子手里，落在了哪只白手套的名下。以前这叫国际化经营，现在中南海里的新权力核心给他定了性，这叫侵吞国有资产。这才是境外国资局这把剪刀最致命的地方，它是要顺藤摸瓜，直接端掉习家军和顶层权贵用国家资源在海外建起的私人金库啊！朋友们，咱们把今天这3幕连起来看，一盘惊心动魄的政治绞杀局已经彻底浮出水面。您看这刀法有多准多狠，
深圳地铁一声惊雷，炸到了最高领袖家族在南方苦心经营的隐秘门庭。四川五粮液一本烂账，掀翻了何立峰发改委系统里最核心的大管家。而那个悄无声息挂牌的境外国资工作局，更是直接在海外拉起了一道天罗地网，生生堵死了习家军和顶层权贵们最后的退路。这是一场不见硝烟却刀刀见血的夺权大战。国内撬开你的钱柜，海外掐断你的金库，外交上强按着你的头颅，向国际社会认怂。中南海里的新话事人们正在用最决绝的方式，在账本上，在钱眼里，对过去这10多年的旧势力进行着一场翻天覆地的清算。中共体制内的这架绞肉机又一次全速运转起来了，只是这一次搅进去的是当年最不可一世的掌权者。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析对您有启发，请务必帮江峰点个赞，把这期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当然也别忘了咱们的老朋友普瑞堂玄宝黑参，满500美元送1根原参，多买多送，全球包邮。下单记得用我的优惠码 JF， 趁着好活动给自己和家人带去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